大家好，我是小豪。掌握了上一期巧克力蛋糕的基础后，今天我们来变变花样，烤一个超级柔软的巧克力双色戚风蛋糕。先来处理很容易让蛋白霜消泡的可可粉，加入热水，充分搅拌成可可酱，越顺滑越好，这样可以减低它对蛋白霜的影响。分离蛋清和蛋黄，装蛋清的碗一定要确保无油，只要掺到油脂，蛋白霜肯定打发不起来的。而蛋黄就是一种油脂，一定要非常小心。我用4个 B 级蛋，去除蛋壳，1个鸡蛋大约55克。蛋清先放进冰箱，温度较低，可以帮助打发蛋白霜。加入45克的玉米油和50克的牛奶，一定要充分搅拌个3-5分钟，直到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泡沫，油和水完全混合在一起的乳化状态就可以了。塞入80克的低筋面粉，拌匀。不同牌子的面粉有不一样的吸水性，你们要根据面糊的状态来调整浓稠度。拌至无颗粒状后，提起蛋抽，面糊会缓慢顺滑的流动，这样的浓稠度就差不多了。接着先预热烤箱150度，加入白醋或柠檬汁帮助打发，也能够稳定蛋白霜。先用低速打至出泡，然后分3次加入细砂糖，全程用中速搅打，我用3档。蛋白霜需要有足够的韧性才不容易消泡，因此不建议再做减糖哦。在明显的纹路出现前，完成3次的加糖动作就可以了。明显的纹路出现后，转最低速，边搅打边观察蛋白霜的状态。一般做戚风达到这样的湿性发泡状态就可以了，但是对于巧克力蛋糕它还不够硬，继续搅打。直到拉出这样的角，属于偏干的湿性发泡状态，尽量不要打过了，否则会很难跟面糊混合均匀。先取1/3的蛋白霜跟面糊混合，尽量避免画圈搅拌，不需要非常均匀。再倒回蛋白霜中，先用蛋抽稍微搅拌，再用刮刀轻轻拌匀，拌匀即可。因为接着分面糊还有多次翻拌动作，因此这里我们要掌握的原则是翻拌次数越少越好。用一部分的面糊跟巧克力酱混合，目的是中和掉两者的质地。同样的，不需要非常的均匀。把面糊分成2份，需要拌入巧克力面糊的这份可以多一些，原因是巧克力酱含有15克的水，因此面糊分配多一些，可以平衡巧克力和原味的含水量。有一点点没有拌匀也没有关系，本来就是做渲染，其实成品看不太出来不均匀的部分。顺着同一个地方轮流倒入2种口味的面糊，每一层的分量随意，如果你要精准的分层，那就用电子秤边倒边量吧。差不多到了5-6层，我们就晃动模具把面糊弄平，再顺着同一个地方把面糊倒完，或者倒8分满就可以了。动作尽量快一点，眼尖的朋友相信都看到了蛋白霜有消泡的痕迹。震几下，震掉内部的大气泡。烤箱150度烤50分钟。蛋糕出炉后，马上震几下，震掉内部的热气，然后倒扣放凉。等到完全放凉后，才来脱模。
蛋糕边缘按一下。由于我用6寸高模，蛋糕脱模就要多一些耐心了。底部再往上推，蛋糕就分离了。底部再推一下，用塑料刀来分离中间的部分，蛋糕就脱模了。觉得蛋糕顶部很丑陋的朋友，直接把它切掉就可以了。不规则的渲染条纹清晰可见，切开来看看，内部的条纹依然很清晰，非常的柔软，需要用双手呵护着才可以。这次我用的是6寸高模，所以配方调整成4个鸡蛋。如果你用普通6寸模，请参考说明栏里3个鸡蛋的配方。8寸模就用3个鸡蛋的配方乘以2就可以了，回弹力十足。这2期巧克力蛋糕同样都是戚风蛋糕体，理论上呢是可以用蒸的方式。如果设备齐全，意思说你有一个比模具还要大还要高的锅具，又能够放得进蒸锅，不妨可以试试哦。只要蛋白霜有打发到位，面糊没有严重消泡的话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。要是面糊很不幸的消泡了，那就不勉强，直接做成上下2层不同口味的双色蛋糕，也别有一番滋味。要知道，勉强是不会有幸福的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